诚意和粉丝之间那套暗号系统，可能是 Space 唯一的一份。我先问各位一个问题，你有没有过这种体验？你喜欢的那个人明明没说什么，但你就是知道他在说什么。我前2天本来在刷别的资料，刷到一份粉丝整理的诚意细节合集，本来想随便看看，结果越看越坐不住。我发现一个事儿，诚意和他粉丝之间好像形成了一套外人完全看不懂的暗号系统，不是夸张，是真的有一套。361个这是粉丝从他一场30分钟左右的直播里数出来的。8张图，少了1张才能拼成完整的爱心。楼层521楼配17楼，3个 emoji 加一起等于520。还有那件 Not My Problem 卫衣，是回应粉丝给他起的闯祸精绰号。这些是单独拎出来看，可能你觉得挺好玩的，粉丝挺闲的，但你把它们连起来，你会发现这不是巧合，这是一套可以被解码的有内部逻辑的沟通系统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套东西是怎么来的？为什么是它？为什么 Space 那么多艺人独这一套这么完整？今天咱们就一层一层往下扒。我先说清楚啊，我是诚意的粉丝，这个不藏着掖着。但这期的判断我可以保证是公平的，因为我做的过程中，我自己都修正了一次最初的想法。老粉应该懂我在说什么。行，进入正题。第一层，咱们先说你能直接看到的部分。361个这个数据是粉丝在他某场直播里一个一个数出来的，30分钟左右，平均下来差不多每5秒一个。你第一反应可能是，这是不是话太少了？不是，完全不是。你看他直播你就明白，那个不是没话说，是他在听粉丝弹幕的时候，真的在认真听，听完了想了一下，再开口。这个是思考的是接住的是没准备稿子才有的说白了，他那个状态在 Space 流量艺人里太罕见了。大部分人开直播是带着 KPI 的，话术是排好的，节奏是控好的，他不是。第二个细节，8张图缺1张拼成爱心，这个我必须夸一下他的团队，或者说他自己，这种小心思你以为很容易？不是，这是要预设我的粉丝会去拼这个动作的。也就是说，他从一开始就知道粉丝会做这件事，所以他留了这个钩子。楼层521配17楼，3个 emoji 等于520。Not my problem 卫衣回应闯祸精，这些都是同一个逻辑，留线索，不说破。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？这种沟通方式，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，它从来不在公开场合解释。卫衣他穿了，但他不会说我穿这个是为了回应你们叫我闯祸精。楼层他踩了，但他不会发微博说看到521了吗？ emoji 他发了，但他不会注释加起来是520，他就是不说，等粉丝自己发现。这就是第一层，表面看是奇观，实际上是一种很克制的表达。好，进入第二层。第二层我们聊聊这套系统是怎么形成的。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差点跳过，因为我一开始觉得这就是个粉丝玩梗的事儿，没啥好挖的。但我突然意识到，不对，这不是玩梗能解释的。玩梗是一时的，它这个是有积累的，不是1、2次的事儿。传播学里有个概念叫 implicit communication 隐性沟通，意思就是不直接说，靠双方都懂得语境来传递信息。那这种沟通要怎么才能成立？我自己琢磨了一下，我觉得至少得有3个条件，这是我个人拆的啊，不是什么标准理论，你们听听看有没有道理。第一，得有共同的词典，就是双方得有一段够长的相处时间，积累出共同的暗号库。闯祸精这个绰号，这个口头禅，那些数字符号，他们之所以能成为暗号，是因为双方都知道他们指什么。这个不是一天能建立的。第二，双方都得有耐心，艺人有耐心去留细节，粉丝有耐心去解码。这两边任何一边没耐心，这套系统都立不起来。
第三，这点最关键，信任能承受不说破。什么意思？我说白了就是，他相信粉丝能解码出来，粉丝相信他不是在敷衍。这种信任不是一天建立的。啊，对了，我得插一句背景，不然你听不懂。现在 Space 主流的运营模式是什么？是高频次、高密度、高显性，每天发微博，每周发 Vlog， 每月有营业 KPI 排得满满的。流量明星的逻辑是被看见的频率等于热度。但这种模式有个致命问题，它是消耗型的。粉丝看多了会疲劳，艺人做多了会空心。行，现在回到它，诚意这套不是。它的逻辑反过来，低频次、高浓度、高隐性。一个细节投出来，能让粉丝解码好几天。这是一种反消耗的模式。这事儿你要放在整个 Space 的运营节奏里看，才看得出来有多稀缺。凭印象说啊，别太当真，我能想到的同代艺人里，能做到这种低频高浓的，真的不多。大部分要么被资本推着跑高频，要么自己 hold 不住留白。好，第三层。这一层我觉得是这期最重要的。为什么别人复制不了？我列3个原因。第一个，大多数艺人没那个心力去做低 ROI 的细节。什么叫低 ROI？就是你做了，路人看不见，热搜上不去，数据涨不动，只有粉丝懂。这种事在很多团队眼里就是无效操作，在公司汇报里都没法写。但诚意做了，这就涉及一个判断，他到底是有意识的选择这条路，还是天性如此。我倾向于是两者都有，天性给了他底子，意识帮他守住了方向。第二个障碍，团队 KPI 导向。这个其实大家都懂，艺人团队是要交业绩的，曝光量、互动量、商务转化，每一项都有指标。在这种 KPI 体系下，留白式互动就是不划算的。那他为什么能做？我猜这部分我不是100%确定啊，是因为他和团队形成了一种共识，诚意这个人就是这个调性，硬要把它改成高频营业型的，反而会损失掉粉丝最在意的那部分东西。第三个，也是最难的，艺人本人性格能不能 hold 住不解释。这点我说的稍重了哈，我换个说法。很多艺人是渴望被理解的，粉丝解错了码，他想出来澄清，粉丝没解出来，他想出来提示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但诚意不，他就是能憋住，他相信懂的人会懂。这种性格其实挺难得的。在一个流量等于解释等于控评的行业里，它是反着来的。这就是慢工出细活。这道菜你吃第一口可能没感觉，但越品越有味。那有人会说，这是不是粉丝过度解读？我先把反方的声音整理一下，不是我的观点。有种声音是说，粉丝从直播里数361个从图里拼缺失的爱心，从楼层里读521，是不是想多了？是不是 overreading？ 听完整再判断啊。我的回答是，粉丝愿意花时间解码，本身就是艺人长期投入的结果，是因有果。如果他平时是高频高显的运营模式，粉丝根本不会去数因为没那个心境，也没那个共同语境。正因为他留了白，粉丝才有解码的空间。所以这不是过度解读，这是双向投入的结果。好，第四层，这一切意味着什么？我说回一开始那个问题，为什么这套系统在 Space 几乎独一份？因为它代表的是一种新的偶像粉丝关系模型。我们简单 Q 一下3种模型。K-pop 的模式我们都知道，高强度、高频次、高产能，粉丝几乎每天都有内容消费。这个模式很有效，但它的代价是艺人的工业化。Space 主流的流量运营是另一种，控评加数据加营销。这个模式的问题在于，它是建立在管控之上的，一旦控不住，关系就崩。诚意这套是第3种，留白式、信任式、解码式。它的特点是，艺人投入度其实很高，但显性投入很低。粉丝的参与感极强，因为粉丝是主动解码者，而不是被动接收者。
双方关系建立在信任而不是频率上。关系的可持续性极强，因为它不消耗双方。我说到底，这种关系是一种长期价值股，短期看不出爆发力，长期看会越走越稳。那么我做一个轻量预测啊，这部分我自己也存疑，我觉得未来 Space 会越来越往这个方向走。原因很简单，流量泡沫期已经过了，靠数据、靠控评、靠高频曝光堆起来的关系，在下一个10年是不够用的。能留下来的都是有深度连接的艺人。诚意的这套模式刚好踩在这个趋势的前面。懂行的都知道，这种事不是个人能左右的，这是性格、运气、时代、团队配合，全都对了才有的结果。最后说一句心里话，做这期视频之前，我其实把这套解码游戏想得太轻了。我一开始的预设是，这就是粉丝自娱自乐吗？挺好玩的，做个观察类视频就行。但越扒越发现不对，这不是自娱自乐，这是一套艺人用极度克制的方式，一点一点搭起来的信任体系。粉丝数361个 N 的时候，看起来好像很闲。但你想想看，为什么粉丝愿意为他花这个时间？因为他先花了时间，他播了那场不带稿的直播，他穿了那件回应绰号的卫衣，他留了那张缺一的爱心图，他先给了，所以粉丝才解。这种关系在这个行业里真的不多见，懂他的人会懂，而我相信你们一直都懂。今天这期就到这，如果你也解过他留过的某个码，评论区告诉我是哪一个，我这期没说全的，留给你们补。下期见。